Today I'm going to show you how I made a chalice for my dragon fruit. This video is in Mandarin, so don't forget to turn on English subtitles. 在这个影片呢，我会介绍我是如何制作这个火龙果的架子。感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Wendy。我家其实一直都有一颗火龙果，那是去年，不对，前年的时候，我们去买果树的店家送给我们的，算苗吗？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定的体积了。那个时候店家就跟我说，哦，你这个种在土里啊，需要有一根柱子支撑它，就是把它绑在一个柱子上。我也没有多做研究啦，我就真的听了店家的话，就是在后院啊挖一个洞。我把火龙果直接埋进去，然后找了一根不要的木头当成它的柱子，就把它绑在上面。结果呢，因为它就种在我们的草地上，所以然后除草的时候其实很难除，它的四周围都会长满杂草，必须要用手去拔干净。但是你也知道，火龙果是有刺的，我也怕被刺伤，所以不太敢靠近那个区域，就随它生长，它就随便长。然后呢，随着它越长越大，它的枝条开始变粗，而我们当时用来绑火龙果的绳子是那种一般的棉绳，没有什么弹性，所以火龙果呢，它整个就被勒住的感觉，就是它想要长大，但是那个绳子把它扣在那里，有一点营养没有办法顺利的传输，即便我已经浇水还有施肥，它还是看起来不是很对劲。再来呢，也因为只有立一根柱子，其实火龙果它这么多枝条，全部绑在一根柱子上面，它就是会四处的长嘛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，就随它发展，变成是那根柱子就歪了，因为很重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修剪它。就不太理他，想说，如果那个店家跟我这样讲，应该是把它绑起来，它自己就会想办法开花结果之类的。但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，我后来去查了一下，才知道，其实火龙果长到一定的高度以后，它是需要一个比较横向的支架，让它可以攀附在上面，它的枝条需要下垂。下垂以后呢，才会开花，开花以后呢，才会结果。但是我就是让它一直长，那它也没有地方攀附，它就直接歪掉就倒下去了，那就几乎是没有可能可以开花结果之类的。不知道，这是我对于火龙果的粗浅认识，如果有讲错的地方，再麻烦各位指教一下。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参考了网络上别人的制作方式，打算来架一个新的火龙果的支架。我参考的是南加州这边一位种植前辈 George 大哥的做法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他影片，可能会再更详细一点。对，我这只是记录一下我按照他的方法来制作，看可不可以成功。主要呢，它是用 EMT 管，这个在 Home Depot 就可以买得到的材料。我后来有买了一个 cutter， 就是截断器，把这个管子裁切到需要的长度。那管子跟管子中间呢，是用一种露营用的一个3叉的锁，可以把支架锁起来。我有准备一个比较大的花盆，那我打算做完支架以后，直接放到花盆里面，然后就可以把火龙果种在这个花盆里面。以后呢，就不需要烦恼割草的时候割不到下面的问题，因为这个花盆就是可以移动的嘛，需要割草的时候只要移动它，就不会有杂草一直长进去的问题。至于我刚刚说的那个绑的绳子，我也是参考旧日大哥的做法，他是用有弹性的绳子去绑。它长出的时候就不会因为被绳子勒到而让它营养传送不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吧。因为呢，我们家的车比较小一点，这个
EMT 管是10 feet 在卖的，所以我们当时在 Home Depot 门口就已经用过这个 cutter， 把它截了4 feet 下来，就变成是我买了2根10 feet， 拆解成2根6 feet 跟2根4 feet。那我现在需要再接触另外2只4 feet， 因为我本身没有很高，我到时候要管理这个火龙果的话，我觉得可能4 feet 比较符合我本人的高度。那之后横的刚好也剩下2只2 feet 的 EMT 管，我就把它裁成各为1 feet，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作为支架的4个短边。这个pipe cutter， 它的用法是把它锁在这个你要切的地方，然后绕着管子去转它，因为它会慢慢的去切割这个管子。当你觉得有点松的时候，就可以转这个钮，把它再转紧。我曾经把这个钮转到很紧，然后变得很难转，就是根本转不动，切割不动。那握着这只手也会抓得很痛这样子。但是我刚刚尝试啊，就是不要转那么紧嘛，就是你只要让它有一点点摩擦的感觉，然后慢慢的去转它，抓住了这只手也不会觉得痛。但是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慢慢的把它切断。的确还是切得断，而且是手比较不会痛的方式去把它切断。这不用力气很大，女生也可以做得到。我想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慢慢去转，慢慢把它切割出来，这样。好的，现在都裁切好了，那下一步就是把它们组装起来。其实太刚好了，没有办法塞进去里面，所以可能我的短边还得再切短一点。这样子，这个架子就搭好了。那接下来我就是把土填进去，就可以开始种我的火龙果喽。先把这个花盆打孔，这个花盆之前还没有用过，上面其实有标示可以用螺丝起子去钻它先打好的孔，试看看。Punch out for drainage。好，是这样子开的。OK， 因为我觉得这么大一个盆，只挖2个洞有点太少了吧？果然不行。哇，这个必须清除一下。决定用这种有点弹性的绑带把火龙果绑在杆子上面。
以这样子我就种植完成啦。希望它可以好好成长，我会让它待在一个阳光最强的地方，让它长快一点。希望今年可以吃到火龙果，希望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分享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